大家好，我是王时琪，欢迎收看《岂有此理》。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位来宾啊，终于可以把他请到棚内，因为上一次他是透过岳阳连线的专访哦。热烈欢迎外交部的政务次长吴志忠。时琪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上一次这样子岳阳呢，这一次终于到棚内了。你在驻法住了6年的时间嘛，超过6年，超过6年，对，6年多了。感想如何？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很高兴我有机会去驻法，因为去法国，我担任我们台湾驻法国代表这6年多，我觉得我看到很多事情啊。巴黎是一个世界就是外交重心哦，中心跟兼重心中心之一啦世界各国都在那里所以我亲自我自己过去是教国际关系的，对那我念书也是外交系嘛是巴黎大学所以然后教书是比较理论嘛然后后来当然蔡前总统也那个任命我为那时候是次长，可是那仍然不是第一线因为我们台湾特殊的国际地位其实在这边可以碰到的、可以处理的国际事务可以处理是蛮多，但可以碰到的人还是有限。到巴黎，那真的是各国的人，对各国的大使非常多，而且一个国家常常不只是一个大使在法国在巴黎，因为比如说 UNESCO 就会多一个大使，UNESCO 就联合国的嘛就有驻在那边的大使，有 UNESCO 大使再加上其他的加起来，其实一个国家还不止一个大使在一个国家还不止一个。对啊，我刚才提到就是你有派驻法国的，派驻法国，然后派驻联合国的，又是一个大使嘛所以可以两三个嘛在巴黎嘛那你碰到的你在期间跟这么多人这样见面这6年来，其实我真的国际经验增加蛮多的，从理论到实务都操作一遍。对，那再加上当然我个性还蛮积极的嘛你很活泼，所以可以跟很多朋友这样见面那我记得我有跟你讲过嘛，虽然中间遇到 COVID-19 对 COVID-19 那 COVID-19 期间我有想出个方法跟就是说跟法国当地的政党领袖有很多的交换嘛那这些经过这么多年来，因为6年多其实蛮久的人生也没有几个6年，蛮久的其实让我对于我们身为一个台湾人的自信我常讲增强10倍就是说世界这么多国家，台湾真的是这么多国家里面运作几乎是最良好的国家之一。我也常讲一个笑话啦但我们国内很多人都对我们自己的国家有很多意见但我一直觉得这是正常在法国最流行的一个笑话就是说，上帝给了那个地球一个非常美好的国家，就叫做法国，因为法国真的是很漂亮嘛历史什么都有，但上帝是公平的。他说给了法国，觉得也不能要公平一点，所以就给了一群法国人，每天爱抱怨的法国人。那我觉得在欧洲是这样法国人自己讲这种笑话，对他们自己讲这种笑话别人这样讲。那我说在亚洲一样上帝给了一个很漂亮的国家，很美丽的国家就是台湾，但上帝是公平的，就给了一群台湾人，也是很喜欢很有意见。但是这些人因为都很有意见所以政府就民主嘛所以政府就会很努力我被批评总是不喜欢嘛，要改善很多就是人民的生活，就也创造出一个运作很好的生活。所以回到刚才就是说，其实你看到世界接近200个国家啦你看台湾在各方面其实你怎么排都是前20名，你不管什么指数真的吗？真的，不管什么指数，不管你跟我讲，而且有些还是第1名嘛，你就半导体、经济的、自由的什么的，对，自由的，民主还前不止不止前20名我们根据《经济学人》杂志，我们的民主是世界上接近到第10名，比我们好就是北欧国家嘛。我们甚至运作，他们认为照指数来讲，我们是比美国、法国、德国、英国这些老牌运作还好的国家，所以。出去就是说我本来去的时候就想说我是台湾人我就是台湾人没有错。后来是越来越觉得说，我就是台湾的大使，我非常很荣幸
给你介绍一个运作良好的国家就是台湾那大家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呈现出来，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报道啦如果没有 COVID-19 说我们的管理良好啦没有说我们因为半导体大家都每天都在报道台湾没有这些的话，其实他们也听不进去，所以也因为台湾的人民真的创造出这样的一个成就。那当初我们有一个第一位女总统嘛，对，那个时候声望也很高，对，我们在一些价值上面比如说他们看到是台湾有很好的女性地位，比如说我常讲一个数字，就现在我们立法院女性被选出来的直接被选出来的是43%左右啦，法国本来44%，后来今年6月解散就降到30几而已，就连法国这么老牌的民主国家。她的女性的就是说国民议会也没有我们多，所以他们看到我们这些数字，他们说哇，台湾真的不错。就是说，所以我刚才意思就是说，除了我要会推销，但我这产品也要真的好。对，因为要不然说几个嘴在讲，明明就没这么好嘛。所以其实在这6年多的时间里面，你亲身感受到，台湾整个的这个在地球上面的重量感不同了。所以我常讲一个嘛，中国崛起，世界担忧那崛起是比较太直接，那台湾兴起或者你要讲台湾崛起，世界欢迎我也这样讲过中国崛起，世界就在担忧台湾崛起，你也可以用崛起这个字啦看你台湾兴起，台湾崛起，世界欢迎。你在法国6年多的时间，大家很有印象的一件事情就是卢沙野刚好遇到你们重叠，中国驻法大使几乎完全重叠，几乎我是2018年到的，他2019，他从加拿大过去然后所以你们的交锋其实台湾非常的这个热衷在讨论，某种程度其实不是只有台湾，法国也很热衷讨论。法国对，法国还邀你们两个个别，我没有跟他。因为卢沙野很那个，然后所以他没有要跟其他人同台，他要自己一个人，对不对？好，那所以你跟卢沙野之间的这个任期重叠，然后他的言论和你的回应，其实都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没错。某种程度其实他也是一个帮忙者，对不对？帮忙了台湾，让世界这个是现代文明人，然后那个就是很会撒野的野蛮人，对不对？所以你们两个人做出了一个差异性的对比，你会感谢他吗？所以我刚才我提到法国驻法本来面临的整个整体环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到法国其实也是很团队作战，所以都感谢嘛。开始我常讲，开始在法国的时候整个外交团也没有对我多友善。我再讲一个我印象很深就是有一次在一些正式的一些reception 酒会，然后当然大家看到我就会你是哪位啊？我就说我是来自台湾的大使，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空气突然冻结。真的然后他就慢慢移开对，那到后来我要离开之前那个整个气氛已经是不一样了所以他们以前对台湾这么对啊，外交团到现在目前为止仍然是这样我们在前面努力的外交人员并不容易，因为所有的人做了什么事情那通常都会欢迎该国的代表，那就是外交官嘛。而我们通常外交部的在过去其实到现在仍然有这个情况并不是那么可以接触的嘛。现在南非我们也面临到一些困难嘛，牵管嘛，对不对？等一下可以谈一下南非嘛所以但是我要讲8年来有很大的改变我回到那个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我们要知道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是一个中国重要的大使，他是他们最重要的大使之一，因为他是所谓战狼外交的代表。对他本来是在加拿大，他本来在加拿大那在加拿大也是就采取一个比较就是说战狼式的外交，所以后来其实在加拿大是对这个是有意见的
但是他正在升官到法国来，带有更重要的国家。那我再回到刚才提到的，法国是中国在欧洲最重要的盟邦，所以他们几乎是把他们最重要的大使都会放在法国。那你刚才提到就很好玩，有卢沙野常常电视台在就会邀请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跟中国如此平起平坐了？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那提到卢沙野，他们就会问他台湾，就会刺激他，然后他的回答就会很制式，因为我觉得他一定要很制式的回答这个问题，有时候甚至已经不是到制式，就回答他内心，他就是对台湾，中国共产党对台湾就是这种看法，比如说。留岛不留人，像这类的就是说他觉得洗脑，但他没有留岛不留人，这是我们自己比较直接的说，他没有这样讲，我必须这样讲。但是他有说他说台湾在经过这50年后，需要是再度洗脑的。他说要给我们弄再教育，对，再教育。这个像这样讲出来，法国是非常。他说全岛全国都要再洗脑，这法国是经历过2战的，这种话你不管对哪一个对哪个国家讲，对哪一个地区的人民讲，他们都是不能接受的，甚至讲说前苏联的那些国家都没有不具有主权的地位，所以他讲出非常多的名言甚至还有一次我觉得最早一次是怎样，就是说那时候的2020，我记得那时候然后但法国国会议员就写一封信来祝福蔡总统。他写信去骂这些国会议员呢，他说你们这些议员真的是很微不足道那就如同癞蛤蟆跳到那个我的脚上很恶心。哇，那些国会议员真的是疯了嘛所以当然你刚才讲那些对，尤其来自一个大使所以来自一个大使所以他后来也被法国外交部召见了法国不知道已经多久几乎没有召见过中国大使。法国人怎么忍得下去啊？对啊，法国也是骄傲的公鸡嘛，对啊，公鸡是他们的国家象征嘛骄傲的高卢人嘛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我回到刚才，但是我们创造出一个情境我们的外交团队我们驻法。我们台湾驻法国的外交团队创造一个情境，就是他们谈到台湾，他们谈到中国就会谈到台湾。那我们两个几乎是等于是地位相等的，在呈现在我讲在公众媒体，如果在正式外交场合，我们不要太吹牛，不是这样的因为当然他有很多他可以进去的那个酒会跟那个正式见的人他可以见马克龙总统，像我就。没有办法跟他，虽然我后来也见到了但是也不能这样直接这样来跟他谈事情嘛所以我只是要讲，就是说这6年我是觉得台湾的知名度在大家我讲真的不是1个人或2个人，那是我们前线的外交人员，加上我们人民真的有东西可以呈现出来，加上我们的总统政策正确然后创造出一个我们以前想求都求不来的一个契机，也不是钱可以买来的。对，这钱你以前你放1亿你也买不到这样的一个成果出来所以你回到刚才你问我这6年，我觉得这6年我真的蛮感谢所有的人，真的是只能感谢那台湾人、台湾政府所有的没有。这些好的产品我也卖不出去，我法文讲的再怎么好，我也没办法卖。而且甚至我觉得某种程度我也觉得也是感谢卢沙野啦，他毕竟创造出中国的大使跟台湾的大使2个人同时出现在国际的媒体上面的时候，对，正常人都会做出判断，然后这个地位是平等的，表现一个是文明的，一个是野蛮的，所以我。有的时候心里面好了，你这个战狼，某种程度也是感谢你啦。如果表现，我讲就不适合是我来讲，就由你来讲就好了，由大家来讲但是最重要，我在乎的是什么？就是说他们说，我这是中国驻法国大使我们去老板塞这条路就是卢沙野，然后。下一个在访问我的时候也讲说，Monsieur l'ambassadeur Wu François Wu 说，这来自台湾的吴大使这个你知道这个光是这个大使这个这个就当然不是每一次
不是每一次哈，就可以代表说，所以这种从这边可以看出，因为其实外交或各种国际地位的改变，从来就不是黑白。不可能像一个革命这样改过来，所以你就可以，我们从这几年，然后到现在就可以观察这个叫 evolution， 就这个发展。那发展就证明，我们就可以这样去看出怎么样台湾是一步一脚印这样在往前走，在进步，然后得到整个至少法国社会，那我感觉是整个国际社会的认可。所以我们自己要对这方面是要有自信的。其实我在那边也常讲，就是说我们并不反中我们支持法国要继续跟中国维持一个良好的关系，因为中国你再怎么讨厌它的政治体系，它就是存在嘛。它也有它非常优良，它不错的地方嘛其实西方人看到中国的字是真的很着迷的中国那个中文，但我跟你讲，我们的文字比中国更漂亮，因为我们是那个传统的，他们是简化的中国有很多不错的东西，所以要跟它维持一个一定的关系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来跟我们建立也是良好关系。更何况我刚才提到，就是我要讲就是怎么样，台湾是华人社会的一个骄傲。对，我们证明了华人社会也可以生活在自由民主。这些话法国人都听得进去的，世界听得进去的那是这样，就是说一步一步我们对台湾得到世界的一个支持跟那个喜爱。台湾有一点像是一小步一小步小碎步这样子，慢慢的摇到前面去。